很多人听到又要修地铁，又是几十亿上百亿新元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真的有必要吗？尤其是当你每天已经能搭地铁上下班，感觉系统也算成熟，为什么还要继续砸钱？但如果我换一个问法，如果每天多给你30分钟，你愿意花多少钱买回来？如果是一整年多出一整周的人生时间呢？如果是整座城市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多出30分钟，会发生什么？这才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核心。新加坡之所以敢持续投入巨额资金扩建地铁，不是为了更方便一点，而是因为在这个国家最稀缺、最昂贵的资源从来不是土地，而是时间。新加坡只有大约724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却承载着超过500万人口和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。空间有限，人口密集，节奏极快。在这种条件下，城市如果运转效率低一点，整个社会的成本就会被无限放大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跨岛线环线延伸、地铁系统升级这些新闻时，其实看到的不是交通工程，而是一种关于时间管理的国家选择。截至目前，新加坡的地铁网络长度已经超过240公里，设有140多个站点，每天有超过300万人次搭乘的出行。如果加上轻轨和巴士公共交通的日均使用量更高，放在一个面积只有724平方公里的国家来看，这种轨道密度已经相当可观。更关键的是，这张网络还在继续扩张，跨岛线全长超过50公里，是新加坡规划中最长的地下线路之一。分阶段建设，第一阶段预计2030年通车。它不是简单增加几个站，而是横向贯通东西，把原本需要绕行换乘的路线直接拉直。很多人低估了这种拉直的意义，原来从东部到西部可能需要1小时以上，未来可能缩短到50分钟甚至更少。根据官方资料，部分路线通勤时间可减少30到40分钟，这不是5分钟、10分钟的优化，而是结构性的压缩。通勤时间一旦下降，生活半径就会扩大，你可以住得更远，却不牺牲生活质量。你可以选择不同区域的工作，而不担心每天在路上耗掉精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到2030年，新加坡的目标是让80%的居民在步行10分钟内到达地铁站。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轨道覆盖之下。当地铁成为一种默认选项，城市的空间分布就会被重新定义，商业节点、住宅价值、就业机会都围绕这张轨道网重新排列。地铁不是附加设施，而是城市的骨架。很多人听到省30分钟时会觉得夸张，觉得不过是早点到家。但我们来算一笔现实的账，假设一个上班族每天因为新线路开通而节省30分钟，一年按250个工作日计算，就是125小时，相当于多出5天以上的完整时间。如果你把这125小时用来学习、陪伴家人、休息，甚至兼职，这种价值远远超过表面的通勤优化。再换个角度看，假设一个月薪4000新元的员工，每小时收入约25新元，那么125小时的理论时间价值超过3000新元。如果有10万人受益，那就是3亿新元级别的时间价值被释放出来。这个计算不是为了精确到每一分钱，而是为了说明一个逻辑：当通勤时间被大规模压缩，它带来的不是个人舒适度提升，而是生产力的整体上升。新加坡每天超过300万人次使用地铁，即便只有其中一部分人因为网络优化而节省时间，叠加效应依然巨大。更少的疲惫，更高的效率，更稳定的作息节奏，这些看不见的变化，最终都会转化为经济表现和社会稳定。对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国来说，这种效率红利比单纯的土地开发更有战略意义。很多大城市遇到拥堵问题，会选择向外扩建新区，修更多高速公路，拉开城市半径。但新加坡没有这种空间，724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被精细规划到极致，新增道路往往意味着牺牲其他用途。再加上用车证制度限制车辆数量增长，新加坡很早就决定把重心放在公共交通系统上，而不是让私家车成为主流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地铁向地下发展成为最合理的选择。地下空间可以被多层利用，不会占用过多地面资源，还能承载高密度人流。与其不断修路让更多车上路，不如提高轨道系统的承载能力，让更多人共享同一套高效网络。这是一种资源约束下的理性策略，也正因为土地有限，时间就显得更珍贵。当城市不能通过扩大面积来缓解压力，就只能通过缩短时间来提升效率，把原本需要1小时的通勤压缩到40分钟，本质上等于缩短了城市的距离。空间没有变大，但时间变短了，城市在功能上却像被放大了一样。地铁的意义远不止于方便上下班，它改变的是人们的选择空间。当通勤时间缩短，你可以考虑住在房价相对合理的区域，而不必为了上班距离牺牲居住质量。家庭可以在学区、
工作地点和生活环境之间做更灵活的权衡。年轻人可以接受更远的工作机会，而不必担心每天耗费大量时间在路上。这种选择自由会带来更均衡的城市结构，地铁站周边往往成为新的生活节点，商业和社区功能随之发展，区域之间的差距被部分拉平，机会不再高度集中于单一中心。跨岛线这种横向贯通的线路，更是打破原有的分区界限，让原本相对孤立的区域进入同一张网络之中。当大多数居民都能在步行10分钟内到达地铁站时，城市就进入一种高度连接的状态，连接越密，机会越多，流动越顺畅。这种结构让新加坡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灵活和高效，它不依赖庞大的腹地，而是依靠内部高度协同的系统。新加坡的优势从来不在于资源，而在于效率。港口自动化、机场扩建、金融体系稳定，这些都建立在高效流动的基础上。而地铁系统是城市内部流动的关键支撑，当人可以准时、稳定、快速的移动，企业运转更顺畅，社会节奏更可预测。很多人会把地铁看成基础设施投资，但它其实是一种长期的制度选择，愿意持续投入数十亿甚至上百亿新元在轨道系统上，意味着政府把未来几十年的效率提前布局。它不是短期政绩工程，而是对未来人口流动、产业布局和生活结构的提前回应。更难得的是，这种投入能够被兑现，线路按阶段推进，目标清晰，工期管理严格，建成后被高频使用。相比一些城市修了却没人用的项目，新加坡的轨道系统几乎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转，公共交通已经成为主流出行方式，而不是备选方案。这种执行力本身就是国家能力的一种体现。当你每天搭地铁时，也许不会想到这些宏大的逻辑，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准点到达，构成了城市运行的底层稳定。时间被压缩，效率被放大，城市在无声中提升竞争力。很多人觉得新加坡修地铁很奢侈，但真正的奢侈是什么？是浪费时间。当你把时间看成资产，你就会理解这个国家的逻辑。如果你也认同时间比土地更贵这句话，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每天通勤多久？如果能多出30分钟，你会用来做什么？我是阿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